最近一艘由名叫海洋之门的公司研发并运营的深海潜水器泰坦号，在潜入纽芬兰海岸附近的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所在地之后神秘失联。船上共有5人，他们分别是英国冒险家哈丁、海洋之门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斯托克顿·拉什、巴基斯坦亿万富翁沙赫扎达和他的儿子，以及法国前海军指挥官保罗·亨利。在泰坦号失联后，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迅速出动了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进行了大量搜索。在长达数天的搜救之后，他们在深海发现了潜水器的残骸。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是由于泰坦号在深海发生内爆导致悲剧发生。此事在互联网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海洋之门这家公司糟糕的安全记录，不过同时也让泰坦尼克号巨型邮轮沉船事件再一次成为了全世界讨论的焦点。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电影，这部电影在当年奥斯卡获奖无数，同时也斩获了诸多票房纪录，绝对是少有的既叫好又卖座的经典电影。这部电影也完全改编于1912年英国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真实事件。这艘当时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却在它的第一次航行中就遭到了沉没。这起事故在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世界，即使在100余年之后，有无数的后人对这艘神秘的巨轮产生了无限的好奇。许多有钱人以及冒险家乐意花费巨资潜入深海，亲眼目睹一次泰坦尼克号的真容，这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泰坦尼克号对于世人总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这样一艘神秘的巨轮究竟是为何突然沉没？它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故？泰坦尼克号是由哈兰德和沃尔夫公司设计并建造，他们当时组织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参与设计，于1909年3月31日开始动工，组织了15000名工人参与建造。经过长达30年的时间，终于在1912年2月3日装潢完成。在1个月之后，巨轮进行了一次试航，当时航行特别成功，于是决定在1912年4月10日开启首次正式航行。所有人对泰坦尼克号都赞不绝口，而船长爱德华更是骄傲地称它为永不沉没的巨轮。在4月10号当天中午12点整，泰坦尼克号吹响号角，缓缓驶出港口，码头上挤满了人，送行的家属纷纷向自己的亲人道别。这艘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邮轮将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口出发，横渡大西洋，开往远在北美的纽约。谁也没有想到，它的第一次正式航行也是最后一次。邮轮在当晚7点抵达法国瑟堡港，在这里装载了一些物资，同时也搭载了新的一批游客。经过短暂的停靠之后，邮轮再次起航。到第2天早上，船长下令把速度加快到23节，全速前进。到这时，邮轮还一切正常，大家都在船上给家人发电报报平安，另外一些人在甲板上欣赏海景，满满的一片祥和的气氛。直到1912年4月14日晚上，与一些好莱坞灾难大片出现狂风大浪不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海面风平浪静，就连稍微大一点浪花都没有。时间来到深夜23点40分，船长爱德华还在驾驶室值班。他吩咐瞭望员要仔细观察，一定要当心海上漂浮的浮冰。就在这时，瞭望员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黑影。由于是深夜航行，又是肉眼观察，邮轮的航行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前方的黑影很快变得越来越大，瞭望员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按响警铃，大声警告正前方有冰山，全员戒备。船长也紧急下令所有引擎减速倒退，左满舵。由于当时船速实在太快，根本无法立即停止前进，而突然的左满舵并没有完全避开冰山，反而使船体大幅度倾斜。这就好比你驾车在高速行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障碍物，
以本能的紧急刹车，猛打方向盘。这样的操作很容易导致汽车倾斜侧翻。同样的道理，轮船也一样，即便它是当今世上最大的游轮。就在船长下令不到40秒之后，轮船的右舷倾斜地撞向冰山的侧面，巨大的撞击直接把船头底部的防水隔板给撞断，前面5间底舱也出现了无数细小的裂缝。10分钟之后，23点50分，水位自龙骨上升了14英尺，轮船最前面的5个船舱也陆续开始有水涌进来，短时间内就有高达4000吨的海水涌入船头。由于已是深夜，除了值班的船员，许多乘客早已睡下。坐在头等舱和2等舱的乘客并未发现过热异常，一些惊醒的人还以为仅仅只是遇到了大浪，并未太在意。而在底舱的乘客则感到了剧烈震动。住在底舱右船舷的乘客通过窗户看见巨大的乳白色冰山与船体擦肩而过，经过剧烈的碰撞，一些撞碎的冰块大小各异，纷纷散落在轮船的甲板上。这时船长立即下令关闭所有引擎，船也慢慢地停止了下来。漆黑的北大西洋，海面安静的可怕。在船长指引下，工程师开始对船体的受损部分进行检修。23点55分，在轮船的底舱，受到剧烈惊吓的乘客纷纷披上外套，来到轮船甲板上，互相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故。0点00分，船头继续涌入大量海水，超过7000吨的海水已经完全淹没的船头最前面的船舱，而先前还完好的头等舱也陆续开始进水，船头慢慢下沉。设计师安德鲁在经过一些评估和计算之后，告诉船长，这船最多还能坚持1-2个小时。船长立即下令释放救生艇。到0点10分，船头的部分已经被海水淹没，救生艇只能提供1178人使用，但船上却有2224人。船员开始把求救火箭射向空中，向外界寻求救援。而此时，一艘美国货轮加州人号就在附近，距离事故发生地点仅仅不到19海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看见了发出的求救火箭信号，但加州人号船长罗德却拒绝救援。0点15分，泰坦尼克号发出 SOS 紧急求救信号，周围海域的多艘船只都收到了求救信号，这其中包括相距500海里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这当中距离最近的是卡帕西亚号，它相距有80海里，但即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去救援，也需要4个小时才能赶到现场。0点20分，船体已经下沉6米，船长下令优先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0点40分，轮船前端的5个船舱全部被水淹没，海水开始慢慢透过船舱渗入轮船甲板。到了0点55分，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大部分甲板已经被海水淹没。由于巨轮下沉的实在太快，很多人争相上艇，而先上救生艇的人又害怕后面上来的人实在太多会把船艇压沉，所以导致许多救生艇载客不到一半就匆匆下水。总之当时的场景可以说是一片混乱。最后也确实总共可以搭载1178人的救生艇，最终只有651人成功上船获救。2点05分，轮船的整个船体超过2/3都被海水淹没。船长爱德华还在艰难地维持秩序，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随着最后一艘救生艇放下，泰坦尼克号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即将沉没在冰冷漆黑的北大西洋，而随之一起沉没的还有船上1500多人，人们哭喊着挣扎着绝望地嘶吼着。2点17分，船尾高高翘起，船身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整个轮船从中间解体，折成2段，先后沉入大海。许多生存的目击者亲眼目睹了震撼到让其终身难忘的一幕。2点20分，随着船尾最后一部分沉入大海，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从撞击冰山到完全沉没，一共历时2小时40分，直到1个小时以后3点30分，
卡帕西亚号才姗姗来迟，最终有705人生还。许多社会名流以及泰坦尼克号的船长都在此事件中随着巨轮一同沉入大海。此时在纽约港早已聚集了上万人，迎接幸存者归来。这次沉船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就像911一样轰动。